Hello，大家好。我们看到画面中的这个白底图，相信有一定摄影经验的朋友都可以很轻松的拍出这种画面。这种画面呢，它可以很好的呈现画面中这个零食的口感、质感，然后拍得非常有食欲，细节也非常清晰。这种照片其实我也是蛮喜欢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会觉得把它拍入到一个有场景的画面中，会看起来更加的有代入感、有生活感。所以呢，我们今天不教大家拍白底图，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个如何把它在场景中去呈现出一种 ins 风的感觉。刚好今天借着给学员上课的机会，我们就随手拍一下我们办公桌上的这个零食，也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锅巴，然后看看我们可以用它拍出什么样的效果。OK， 看过照片，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一些像甜品啊之类的，看起来更高级的食品，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好，我们回到拍摄本身，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拍摄 ins 风场景感的一些东西，这个场景啊、道具这些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比起这个，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那么就是光线的制造。因为如果你的采光条件非常理想，那么你可以通过一个大窗光去拍出很自然的 ins 风的照片。但是如果你的采光条件不是非常的好，那么你还想去制造出一些有光感、有质感的照片，那么就可能需要一些小技巧。好，我们看一下这种效果需要如何制造。首先我们需要确定一个主光。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通常的手法去做一个主光的话，它打过来这个光线会非常没有的层次感，也没有光影感，所以看起来就会比较平、比较枯燥。这个地方我们就用到我们一贯以来的一个神器，就是束光筒。它是通过配合里面不同形状的插片的方式去做一些投影。束光筒投影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在相对短的距离内制造非常强的一些光影。如果你用闪光灯直接去打的话，通过加一些遮罩，这个遮罩形成下来的阴影可能会非常虚。如果你用 LED 去拍呢，就需要你功率非常的大才可以，而且对灯的显色性也有比较高的要求。如果在光线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你用 LED 就会暴露出它的一个缺点。所以在这里我还是建议大家用闪光灯加上束光筒的形式。这里我用了一个窗户形状的插片去做投影，大家可以看到它投出来的影子是我们可以预览到的啊。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我们在投影的时候尽可能的把那个产品从它的阴影中避让出来，不然产品上就会黑黑的不好看。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辅光，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当我用束光筒或者热靴闪光灯去拍摄的时候，我的辅光源是不会使用反光板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投射出来的光线，无论从功率上还是光线的均匀度上都不是特别好。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再用反光板去给它补一个辅助光源的话，其实效果就是不太好。这里我还是用热靴闪光灯去跟这个束光筒去配合。我在之前的热靴闪光灯的课程里边已经详细的介绍了灯与灯之间怎么互联互通，如果还有不知道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那个视频。首先我们把辅助光源关掉，先拍一张看一下是什么样子。此时画面中缺少一种光感，一种很清透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我给辅光加了一个蜂巢，为了是不让它过多的去干扰主光，然后在画面的这个位置可以形成一点硬一点的高光，这样画面就会显得更清透一点。好，我们看一下加入辅光后的效果。这里我最常用到的一个技巧就是前景遮挡，我们可以用一些树叶之类的小道具放在镜头的前边，然后配合大一点的光圈去做一个前景的虚化，这样可以增加画面的层次感，然后也可以点缀一下画面的色彩，它对画面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了，最后大家如果觉得本期内容对你们有帮助的话，麻烦大家帮我点赞、投币、关注，因为您的支持对于原创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